我们当时一共拿来了是30瓶白酒，结束之后呢，空瓶、半瓶，所有的瓶子在场只有19个了，11瓶不见了。女子新婚之日，准备30瓶15年份的茅台庆祝，结果最后一合计，却发现其中的11瓶茅台在未开盖的情况下，就莫名其妙丢失了，导致在场的亲朋好友认为婚礼举办方纯属抠门抠到家，不舍得给他们喝茅台，这才给偷藏了起来。这种被人冤枉的滋味，让女子倍感委屈。因为结婚是比较喜庆的一个事情，很多朋友呢会反映，就是说我们安排的提前呢，让人家撤的，这个给我们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事后本打算调查酒店监控自证清白，没成想酒店却拒绝提供具体录像。那么这其中究竟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眼前的女子名叫钱女士，据她所述，在新婚当天，自己和丈夫在一家豪华酒店订了25桌高端酒席，明确要求每桌的菜品标准要达到6400元。同时，父亲为了给自己撑场面，还特意拿来了30瓶茅台酒摆在桌上。这些茅台酒并不是普通茅台，而是15年份的，价值不菲。然而，在婚礼举行期间，钱女士叔叔却发现酒店服务员竟把茅台酒给偷藏了起来。我就瞅着那服务员去到那个旁边那个一个桌子底下，往帘拉开，往里塞，完了整半天在那儿，就往过拽东西，往过推，完他就走了。因为当时婚礼还在举行，叔叔也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扰乱了婚礼气氛。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服务员竟变本加厉，直接光明正大的撤走了酒桌上的茅台。此举让在场亲朋好友非常气愤，因此钱女士一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我们当时一共拿来了是30瓶白酒，所有的瓶子在场只有19个了，11瓶不见了。很多朋友呢会反映，就是说我们安排的提前呢，让人家撤的，这个给我们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女子结婚大喜之日，却被酒店搞得一团糟。原本30瓶价值昂贵的茅台，却在婚礼举行期间被服务员撤走了11瓶，随后拎着酒不知去向。服务员就过来，就说这个你们这个酒喝不喝呀？然后那个大家就瞅了瞅，然后就说不喝。然后服务员紧接着把酒拿走了。对此，桌上的人十分不满，认为他们不喝酒，难道别人就不喝了吗？服务员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是婚礼举办方太过抠门，认为如此昂贵的茅台给他们喝太浪费了，所以才要求服务员把不喝酒那些人桌上的茅台撤走。于是这些亲朋好友就开始不给钱女士好脸色看，有的人还连连挖苦，表示份子都白随了，连茅台都舍不得给他们喝，这样抠门的亲戚不交也罢。对此，钱女士匪夷所思，怎么好端端的亲戚却这样指责自己呢？但当她了解完事情真相后，也是十分惊讶。为了自证清白，她便来到酒店调查监控，可酒店经理却不知为何，只愿提供服务员端菜的监控，却不愿提供当天的具体监控。咱们看监控了是不是啊？是的。看没看到撤酒这个行为？我们自己也有自查，我们公安局看没看到也有检查。我知道，我说咱看没看到撤酒这个行为？撤酒的这行为，毕竟我没有在场，现在我没有办法跟您说。据酒店经理所述，他们目前正在调查，如果服务员确实存在偷酒行为，那么他们将严惩不贷。但当调解员提出调查监控即可得知真相时，经理却始终刻意回避。钱女士一气下便喊来警方介入。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呢？我们当时一共拿来了是30瓶白酒，结束之后呢，空瓶、半瓶，所有的瓶子在场只有19个了，11瓶不见了。夫妻俩新婚之日摆放30瓶珍藏茅台酒庆祝典礼，结果婚礼结束后却莫名其妙少了11瓶。然而据亲人所述，是酒店服务员把酒偷走的。为此，钱女士便要求酒店提供监控，然而酒店却坚决不同意，认为是有蹊跷的钱女士果断选择报警。随着民警介入，酒店经理这才表示，这些酒是他们自作主张撤到了一旁的备餐台上，因为这是他们酒店服务中的一项，那就是看见桌上没有喝酒的顾客，就会把酒给撤掉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客人夹菜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服务流程。那您酒撤到什么地方？最终怎么保管？怎么处理？这个问题我再次回答您一遍，酒放到了边台上，我们酒店不会进行任何的保管。但当调解员问询这些撤掉的酒会如何保管时，经理却表示只会放在备餐区，不会进行任何保管。可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们撤掉酒之后还不替客人保管，那么撤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仅仅因为酒瓶影响到了顾客夹菜吗？而现如今这些酒正是因为酒店的举动，从而丢失了11瓶，而且还让钱女士备受亲朋好友的质疑。现在不管这些酒是服务员偷走的还是被别人偷走的，都应当由酒店承担责任，赔偿这11瓶茅台的价钱，外加精神损失费。而酒店方则表示会等警方的调查结果，从而确定他们是否需要担责。
希望警方能早日查出真相，还给钱女士一个清白。那么对此你们觉得这11瓶酒到底去了哪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你坐到，麻烦你办一下。当时非常吓人，然后这男的就像是疯狂了一样，拿刀就照着身上开始乱捅。夫妻在民政局办理离婚，正当到了签字盖章环节时，丈夫却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刀，狠狠刺向妻子，试图要她的命。此时民政局工作人员瞬间被吓得四散而逃，跑得慢的则被男子挟持为人质，事后还当着警方面做出自残行为。那么男子究竟为何要这样做？在他身上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事发当天，妻子崔某带着丈夫李某来到民政局，打算办理离婚。期间李某因忘带了几份资料，导致手续不能及时办理完成，这让妻子十分恼火，直言你个畜生，干啥不行，当初真是他瞎了眼，才嫁给了你这个废物。而工作人员也用不耐烦的语气让李某赶紧回家去取，不然耽误了他们吃午饭，后果自负。李某闻言，脸部瞬间狰狞，随即就掏出一把刀子，对着妻子胸口就捅了下去。当时妻子崔某大脑一片空白，直到意识到自己被捅后，才想起逃跑，结果却被丈夫堵在一个角落，手里的刀也随之发疯，不断挥舞。沙发旁边有个那个柱子，就一下倒那儿了。嫌疑人这时候继续拿刀捅这个被害人。期间，民政局工作人员见状，急忙哭爹喊娘的跑出门外。好在此时，一名正义大哥并没有放弃被害人逃跑，而是抄起一旁的凳子，找准时机就将李某手中的刀子打掉。正是这一举动，成功让被害人脱离虎口，但因失血过多，还是踉跄倒地。快步走到这个婚姻登记处门口的时候，可能失血过多了，一下倒在了地上。随后，正义大哥也不再和李某僵持，带着崔某就将其送往医院并报警。殊不知，此时屋内还有几名被困人员。李某在发现他们后，竟采取了疯狂举动。你坐到，麻烦你办一下。你们再动我绑架人质了啊！你们再动我绑架人质，你打到我兄弟去了。他那个拿刀威胁那个活动办的工作人员啊，让他们别动啊，就是我要是死，咱们一块死。男子光天化日下在民政局捅伤妻子，面对警方的到来，他也丝毫不慌，把工作人员当作人质，不断和警方谈条件，扬言只要他们敢进来，他就和这帮人质同归于尽。随后就拿起手机向家里人做最后的告别。他说一些就是不太想活了，当时情绪他非常激动，能看出来。当时他的思想状态也可能是说考虑到，对婚姻破裂，对他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。期间，警方也意识到，如果李某真的一时想不开，那么里面的被困人员也会成为他的陪葬品。于是不断在门口安慰李某，让他有什么事都好商量，只要他的妻子没有生命危险，李某的罪行就不会太重，完全有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希望李某不要伤及无辜。怎料李某并不吃这一套，表示妻子既然想和自己离婚，那么他就该死，不过现在自己也不会独活，随即就拿出刀子开始割腕自残。这一幕惊呆了在场众人。我死了就行，我死了。然后他就在屋里自残，就是感觉挺血腥的，挺残忍的。此时警方意识到，一定要在李某自残前想办法将其控制住，不然里面的人质就会越来越危险。期间警方兵分两路，一路负责和李某僵持，另一路则偷偷用手机联系屋内的工作人员。就在李某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门外的警方时，后方的工作人员趁此机会便拿着钥匙从后窗递给民警，随后民警又在悄无声息之际把钥匙偷偷交给了前线警方。就这样，前线警方一边稳住李某情绪，一边用手慢慢开锁，直到听见一声开锁声响，宣布救援行动就此展开。开了！这是警方控制杀人凶手的真实场景。此前，凶手正和妻子办理离婚，只因忘带手续被妻子数落几句，他就持刀把妻子捅出大出血，甚至还挟持工作人员成为人质，威胁警方不要进来，否则就和人质同归于尽。好在警方反应及时，通过隐秘手段从人质手里拿到了钥匙，直到听见一声开锁声响，警方立即蜂拥而上，和凶手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很快，凶手就败下了阵，被警方押送上了警车。因为此前凶手有自残行为，身上都流满了血。正当警方要送他去医院时，他却还恳求警方不要送他去医院，让他赶紧死了算了。你送我一辆去，你先别说话了，我那些情绪。此时警方也意识到，在他身上一定存在着什么秘密，随后对凶手李某展开了具体调查。原来李某和妻子崔某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，而崔某也是不顾家人反对，执意要嫁给李某。可李某在婚后却十分不争气，一直在家让崔某供他吃喝玩乐，甚至还提出让崔某给他凑50万用来炒股。崔某对此彻底失望，
本以为嫁给李某就会幸福美满，没成想却傍上了一名败家子。她也后悔当初闪婚执意嫁给李某，于是心里萌生出了离婚想法。这个嫌疑人认为你想结婚就结婚，你想离婚就离婚，你这不在玩弄感情吗？然后这女的也没跟他解释太多，然后俩人就一直这么强硬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这么个地步。两人来到民政局后，李某却忘带了几份资料，导致离婚手续不能顺利办理。此举也让崔某十分恼火，表示就连离婚手续都带不全，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而工作人员也火上浇油，让李某赶紧回家去取，别耽误他们吃饭。李某感觉面子全无，开始恼羞成怒。原本性格极端的他，随之变得更加极端，于是掏出腰包内的刀子，狠狠刺向了妻子。虽然崔某当时已经脱离虎口，但送往医院后，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最终李某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事情至此落下帷幕。那么对于李某的行为，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